你是不是以为我们现在身处英国的某个小镇？但实际上，这里是处在多伦多市中心东南侧的古酿酒厂区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，我是 Tracy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刘。请大家多多订阅、点赞、评论，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努力的动力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去逛一下这个古酿酒厂区，一起去欣赏一下维多利亚时代工业建筑的风貌。多伦多的古酿酒厂区 The Distillery Historic District 被指定为国家的历史遗迹，因为它的建筑群完整地保留了维多利亚时期工业的风貌。它拥有30多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，堪称设计的典范。这里也曾是北美最大的 Gooderham and Watts 酿酒厂所在地。19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，古德汉姆和沃兹公司从荒野中的一座小风车 mill 发展成了大英帝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酿酒厂。20世纪经历了战争、禁酒令、全球化、衰落，以及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区的重生。我喜欢艺术品的朋友们可以过来参观一下，这个是手工艺品。应该是做的陶器啊什么的。然后这个是卖平衡车的，这大花盆儿，大花盆儿倒挺好看的。这家是一家咖啡厅，然后可以坐外面。都是咖啡厅，然后旁边是一个画廊。1832年这一片，你看有这个上面都写了一些什么，有不一样的 gallery， 然后有日料，然后披萨店。还有我知道这里有izumi sake， 就是那个泉的那个米酒，日本清酒的那个体验店，还有 ordinary 卖化妆品的那个。边走边逛的同时，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的历史。1831年呢，詹姆斯沃兹从英国迁居到约克，也就是现在的多伦多，在多伦多唐河河口附近的建造了一座大型的风车，创办了一家磨坊公司。1年后，也就是1832年，他的小舅子威廉·古德汉姆来到了加拿大，加入了他的行列。沃兹的生意蒸蒸日上，也成为了多伦多港最大的磨坊主。1834年，沃兹的妻子难产身亡，2周后，他在磨坊的井中也投水自尽。而古德汉姆呢，则亲自经营酒厂。1837年，小麦过剩促使古德汉姆进军酿酒和蒸馏业务。1845年，蒸馏业务已成为公司最赚钱的部分。古德汉姆呢，则任命沃兹的长子詹姆斯·古德汉姆·沃兹为联合经理。1859年，一家新的酿酒厂就此落成。这座综合建筑呢，建于湖边，成为如今的多伦多酿酒厂区。到1862年，每年生产70万加仑烈酒。19世纪后期 ，Gooderham and Watts 酒厂成为加拿大最成功的企业之一，每年生产超过200万加仑烈酒，占全国烈酒消费量的1半。酒厂规模扩张数次，公司也成为多伦多最大的雇主之一。几年后，古德汉姆的儿子乔治也加入进来。19世纪50年代，铁路的出现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急剧的扩张。该公司修建了多伦多尼皮辛铁路，方便将谷物从安大略省农村运往其多伦多酿酒厂。威廉的儿子乔治·古德汉姆参与创办了如今的多伦多道明银行，
也就是 TD 银行，并建造了古德汉姆大楼，也被称为熨斗大厦的大楼。古德汉姆大楼后来也成为公司的总部，至今呢仍然是多伦多的地标建筑。然而1869年10月的一场大火几乎酿成了灾难，大火烧毁了公司的石酿酒厂的大部分木质内饰，但大部分机器幸免遇难。经过紧急的重建，这座建筑在1870年的春天恢复了运转。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随后1916年禁酒令的通过，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同年，古德汉姆家族将他们的酿酒厂免费提供给了英国政府，用于生产丙酮等化学物质，用以制造炸药。战后，由于禁酒令并未立即解除，古德汉姆家族决定将酒厂出售。加拿大禁酒令结束以后，海勒姆沃兹位于温莎的工厂承接了公司的大部分业务。多伦多酿酒厂的产量逐渐减少，最后一批威士忌于1957年生产。随后，防冻液生产线被逐步淘汰，以便用糖蜜生产朗姆酒。朗姆酒和工业酒精成为该工厂的主要和最终的产品。1987年，海勒姆沃兹、古德汉姆和沃兹公司被联合酒厂公司收购。1990年6月，古德汉姆和沃兹公司产出了最后一批酒。自此，古德汉姆和沃兹工厂158年的工业活动就此结束。但多伦多始终都流传着古德汉姆家族的传说。辅 T 28分，怎么那么好笑？这些里边的店呢都没有拍太多，然后就觉得可能不大好吧。然后这是什么蜡？这是香皂吗？还是蜡烛？不知道是香皂还是蜡烛。像香皂吧，手工皂。这个好玩 ，Proudly Canadian。这家应该是卖就是户外那类的衣服啊、包包什么。那边那家是卖蜡烛 ，candles。到2001年，这块地的地主呢决定将这一区营造成一个新的艺术文化园区，于是就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。整个区域呢都是行人设计的，所以是禁止机动车和自行车进入，但是却欢迎宠物狗。然后这个是个像早餐面包店一样的东西，去看看这个卖蜡烛的。哇，一进来就是各种香。这种彩虹墙一样的蜡烛，好看，好精致。Spirit of York， 这应该是个现在是真酿酒的地儿 ，Distillery Company。然后这边，Spirit House， 对，这几个都是喝酒的。然后这边都是喝咖啡的咯，这几家这个意大利谐音梗嘛，这个是有应该是意大利 style 的咖啡gelato， 然后有
有 hot coffee、ice coffee， 还有一些烤物。看起来很大的样子。这个可能之后又要放凳子给大家放电影了吧。哎呀，这个红砖绿门绿窗户真好看。然后这块有一个 love 墙，大家来的话可以过来拍照拍照。这上面全是锁，同心锁。不然人家怎么知道是什么？这边有好多吃东西的地方。Chocolate artist。Truffles 啊，卖巧克力的，你要不要进去看看？小时候一家店。果酱。Sport Gallery， 然后就是卖体育商品的一些店。干嘛？等会儿。店里有很多体育商品，叫 Sport Gallery， 但里面其实卖很多运动商品。它各个队的都有，都是棒球、冰球。Oilers 还是这色儿的。今年又输了，好伤心哦。这个巨型花盆好壮观，然后他们这个上面这个灯好漂亮。这个应该是晚上开门的一个下午、中午开门的一个餐厅吧。啊，他们灯好好看哦。哦。哦 ，Mill Street 在这儿有一个 Brew Pub。Oyster House 这个是吃生蚝的一家餐厅。Lucky Lamb， Irish Point。哇哦！它这上面写的都是生蚝的，都是哪里的 ？PI New Brunswick 和 BC 省的。然后它的还有 Happy Hour。这家店应该不错。然后这个餐厅上面这个灯也好有特色，估计晚上要是开了的话，肯定很好看。然后墙上有一些壁画哦，哎，这个是那种墨西哥的那种壁画，人是骷髅头的，然后戴着墨西哥帽子的那种，所以是这种风情。这是卖小裙子的，然后这个是那个吃生蚝的餐厅的户外，也很漂亮哦。然后这边有一个路牌，就说往这边还有一些什么店，就是你看有一些 brewery 啊，然后更多的商店卖那个衣服，还有珠宝的，都是手工艺做的一些东西也比较多。
我觉得想拍照大片儿的，真的可以来拍一拍，就在那个拐角，然后穿个漂亮的小裙子，非常有风格了就。可能上午、中午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店特别大场摇开的那个状况。这是一个工艺品店，你想进去看看吗？就很通透，全都是玻璃的那种感觉，不灵不灵的。很漂亮，有各种小工艺品，鸭子，这鸭子好可爱。还有大猩猩，像不像我们北京猿人？反正都一些创意的小商品。老爷，这是个国际象棋吗？怎么这么好笑？多伦多啊？还是哪里啊 ？Town House Lane。哦，好玩。什么？这是耳装。是啊。还有一些首饰。在这里呢，你能看到非常琳琅满目的各种精品店、各种商品，有服装、服饰啊、礼品以及手工艺品。并且呢，还可以探索许多艺术画廊，欣赏到加拿大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。这个区域呢，还有一些剧院和表演的空间。同时呢，众多的餐厅、咖啡厅、酒吧、面包店也可以让来参观的人们呢，享受到美食和各种饮品。Monday Flight Night。好像一个社区对，就里面经常就是我一家包2路，就是这样。也有 flight 可以喝，然后好像星期一的话会便宜吧，那 flight。对，他们的房间就是新的，因为它是现在是一个小杯5块钱，然后还蛮好的。它通常是1把，一共2把。不知道10几，一般都是10几块。老火嘛，这家中文是不是叫老火？怎么这么好玩？哇，这家好大。哦，Flamingo， 真好玩。这 Mill Street。我买辣椒酱的是吗？老料。辣椒酱。啊 ？Sorry. What is? Okay. So what? Oh, excellent. Where do you get from? From Waterloo. Originally from China. Yeah. China. 有机肥皂。啊。Oh, I was living in Shanghai. Yeah. 所以大哥说这是有机肥皂。有机肥皂是包起来。是包起来。Thank you. 会中文那个有机肥皂。对。给我。
Rock and Roll。Sweet and Pie。其实从原理上来说是一样的，798以前是工厂嘛，所以盖了艺术区，然后这边这个是个日料，然后这里还有这个巨大的雕塑，上面有很多不一样的 logo， 但是都跟宗教和信仰有关系，比如说我们的太极，比如说那个三眼。然后印度教的 Hindu 的 logo， 然后有十字架、五芒星，还有埃及的权杖，挺酷的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伊之米 Sake 的体验店了，然后这个里面是可以喝清酒体验杯的，比如说它有3种、7种你可以选，然后就是跟我们去啤酒喝绍茨是一样的。然后它现在没有开门，我们进门口窥探一下。看到里边这个泉，然后里面是有 tasting room 的。sake 还有 cocktail 呢。还有更多的柠檬汁，还有卖那种床上用品的。它这儿应该是要搭一个什么舞台什么的，然后大家都在干活儿。夏天嘛，就是这种热闹闹的时节。哦，这是那个超有名的拍瞳孔的，就是把你的眼睛对着这个小镜子，可以看你自己的瞳孔的颜色，很有趣，叫 Iris Gallery。我妈眼睛好黄是吧？然后它可以给你拍一张照，还挺好玩的。人家有出的这种画册，这个太有趣了。就那个色儿，就这男的那头顶上那个呀。这个太有趣了。啊，太有趣了，好玩吧？什么卖石头的？做一个50、65。有卖小花裙子的，妈呀！给你买一条这样小花裙子穿。然后这种红砖加绿色的颜色是真好看。这边还有个画廊。我想知道这个洞是干嘛的。Office entrance。这是卖小商品店。2999，手工刺绣，跟他人说啊，真的。你要不要坐那儿？我给你照张相。加拿大有很多建筑的名字，其实多多少少就那一些比较有名的人。
多伦多那个比较有名的那个 Gooderham Building， 现在在修的那个，应该就是以这个老板的名字命名的。就是原来应该是做 distiller， 一般都是做 whisky 的，出名的。这是 Mill Street 嘛，差不多就逛完了。local 1832。Welcome to the Distillery Historical District, Toronto。1832年。多伦多的古酿酒厂区呢，大概也就带大家参观到这儿了。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多伦多的时候，一定不要错过这一片集合了历史，还有新的文化艺术、餐饮各种各样精品店的这么一片区域，并且拍照一定会给你留下难忘的回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